而在推动金砖国家自由贸易协定方面，印度也一定会提出异议。想想印度在 RCEP 协议签署中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中国将启动金砖国家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5个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4次会晤通过网络视频举行，通过并发表了北京宣言。在全球发展进入动荡期的现在，尤其是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拉帮结派试图构建反华反俄朋友圈的当下，北京宣言提出了完全不同于美国的全球治理主张，强调全球合作，强调共同发展，尤其是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主张实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在美国和西方媒体的宣传中美国也号称自己搞的是多边主义，但是只对民主自由国家搞多边主义。在这个光鲜亮丽的牌坊下面，实际上是在搞美国一家独大，搞霸王条款的多边主义，把所有不听从美国号令的国家排除在外。金砖5国主张的新观念正在与美国代表的旧观念拔河。人类未来的命运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历史性拔河的结果。金砖5国的人口总数超过了30亿，而以美国为首的传统西方国家的人口总数加起来还不到10亿。虽然西方国家的经济实力总体上仍然压倒金砖5国，但是很明显，广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大部分都支持北京宣言。更有西方国家的媒体推测，金砖国家即将扩容，伊朗、沙特、哈萨克斯坦甚至是墨西哥等国都对加入金砖国家组织展露了意向。如果金砖扩容成功，实力将更为强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表态，肯定了金砖国家扩容的说法，指出中方将推动金砖各方继续就扩员问题深入讨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定扩员的标准和程序，期待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加入金砖大家庭。另外还有媒体报道中国将启动金砖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目前中国与其他的4个金砖国家都没有签署任何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商务部副部长表示，自由贸易协议将有助于挖掘5国的经济潜力。尽管这些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占全球贸易的约1/5，但他们相互之间的贸易目前只占这些国家贸易总额的6%。相比之下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和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全都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削减关税、促进自由贸易的协定。美国也不打算推进，这使得这些框架构想在经贸上根本结不了果。美国今年已经举办了2个峰会，美洲峰会和美国东盟峰会，已经沦为了在政治上对抗中国影响力的秀场。而且峰会的过程中让美国尴尬的事情是层出不穷，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影响力在走严重的下坡路。美国正在参与的3个峰会，欧盟峰会、G7 峰会和北约峰会，参加者基本上是清一色的西方发达国家。美国有可能取得一些他想要的结果，比如说在经济上排除中国企业，进一步打压俄罗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进一步纠合起来，反华反俄。但是他们代表不了全世界。在金砖国家峰会上，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表示，金砖国家正在探索建立一个以5国货币为基础的国际储备货币，期待成为替代以美元为主的国际结算体系的一种方案。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约占全世界的 25%， 贸易总量约占世界的 18%， 近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0%。 如果有了自己的结算体系，将进一步的动摇美元的国际地位。正因为金砖国家体系展现出的发展趋势挑战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当然不愿意看到这套体系的成功，必然会对金砖国家进行挑拨离间，破坏他们之间的合作。其中突破口最大的就是印度。在金砖国家扩容的问题上，有西方媒体报道了印度某位不知名人士的话，说莫迪政府将推动建立
金砖国家增加新成员的标准，以阻滞中国的这一努力。而在推动金砖国家自由贸易协定方面，印度也一定会提出异议。想想印度在 RCEP 协议签署中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那如何摆脱这些负面影响，将是中国在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